盆颈开始烂根时，直接的表现是枝间干枯，严重是枝条枯萎。这个枝条已经干枯了。烂透了。在高温季节烂根的主要原因是积水。这盆六月血是用生盆种养，底口堵塞，连续降雨产生积水，气温高引起了病菌感染。盆颈在烂根严重时，只能脱盆，把腐烂的根清理干净。六月血烂根是通病，在日常的养护中，一般是由施肥、浇水引起的。六月血对肥水比较敏感，遇浓肥积水或者是干盆，会产生根部皮层破裂，容易受病菌的感染。一旦病菌产生，传播的速度是很快的。盆颈的根出现腐烂，要及早的把它剪掉，阻止蔓延。这些由裂芽长成的枝条可以使根增粗，也截取了上部枝条的养分。除了把它剪掉，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阻止它生长。腐烂的根都要清理干净，等一下还对它进行药物处理。这个根养的差不多了，把根提起来。这种六月血的根系比较发达，但单独起条根很难有好的表现。先把它扎拢，定型之后再把土清理干净。作为提根盆颈，六月血求区域变化的根是很有韵味的。这一盆原来是一盆临水造型，把它改成提根，这些枝干也在进行调整。这半边的枝条全部枯萎，重心已经偏移，要把枝条调整过来。这是做提根之后的主干，调整的重点是干与根的过渡。主干在这个部位太上扬了，从这个节点把它吊拉下来，像这样改变干的起伏变化角度。近距离看，这两个点几乎在同一水平上。从这里拉完只会改变这个角度，受力点选择在这里才能改变这个节点的角度。吊拉的受力点选择好，是很容易改变干的变化角度的。在进行吊拉或者是盘扎时，要掌握树的特性。像六月血这种枝条比较脆的，要分出几步，咔嚓一声就完蛋了。主干定好位，再把这些枝条按照主干的方向吊拉到位，重心朝这边偏移，要把它调整过来。这边的枝条要向前朝外吊拉。对枝条的定位要相互兼顾，在空间的位置要形成互补。枝条的接口是最容易开裂的，只要皮层没断，用胶带把它绑好，再用铝丝把它固定。把枝条拉到位。对枝条的调整，除了有一个统一的枝条流向，出枝要错落有致，尤其是枝盘间的间距，要尽量的做到轻声有度。灭了会造成空间的拥挤，分不出层次。枝之间疏远，相互间没有呼应，很难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。像这样，按照树势的方向将枝干调整到位，再对枝盘进行修剪，所想要的造型才能完整的表达出来。六月血只要把枝干定位好，枝盘的形成基本是剪出来的。
6月血质感跟着成型都是比较快的，建议厨房盆里的养盆试试。别忘了，这是一盆生病的树桩，用多菌灵，按照比例，每隔5天喷一次，连续3次，在遮阴的环境下养护，大约半个月就可以恢复。我是山泉龙茶，下期见。